不要我了。咋回事啊？没事，你别出来，别冻着我儿子。知道了，那你赶紧处理干净。刘大壮，你就算把拖油瓶甩给我，门都没有！我说了不要他，是你们非要塞给我。他以后是死是活跟我没半毛钱关系，你以后不要再找我。张秀兰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哪有你这样做妈的？张总比你强，他从出生就是我带，你管过一天吗？你个畜生！爸爸脸色铁青，瞪着胖儿，眼神里满是嫌弃。你判给你妈了，就不是我家孩子了，不要再回来，不然我打死你！胖儿被爸爸丢在舅舅村子的村口，他站在路口，不知该去哪里。村口的几只狗见到他这个陌生人，都呲着牙围了过来。胖儿吓得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舅舅提着菜篮子从村里走了出来。快走开，别在这儿！狗群被舅舅吓跑，一下子散去。舅舅走近，仔细看了看胖儿，愣了一瞬，才认出他。胖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舅舅，谁把你送来的？是爸爸。先跟舅舅回家吧，吃了饭舅舅把你送回去。你一会儿见到舅妈要叫人，你舅妈她……舅舅说到舅妈，神情变得凝重起来。胖儿低着头，心里忐忑不安，想起妈妈说舅妈是泼妇的话，手心都冒出了汗。舅舅拉着胖儿走到家门口，舅妈正在门口的灶台前煮早餐。菜没买，捡了个孩子回来，你可真行啊！就让孩子吃个早饭，我一会儿就把他给送回去。舅妈冷哼一声，继续忙活着手里的事。很快，香喷喷的皮蛋瘦肉粥端上了桌。舅妈拿了一个勺子丢给胖儿，吃完就回去啊。饭桌上，表弟和表妹好奇地打量着胖儿，眼睛里满是疑惑。胖儿捧着碗，小口小口地喝着粥，不敢抬头。表姐，你为什么来我家呀？我一会儿就走。表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胖儿捧着碗，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要去镇上的福利院，那里会收留无家可归的小孩。饭后，胖儿主动收拾碗筷，表弟表妹在一旁玩积木。舅妈和舅舅走进了房间。片刻后，舅舅走了出来，他掏出一个红包，塞到胖儿口袋里。这是你舅妈给你。临走前，胖儿偷偷把红包放到了表妹的兜里。舅舅骑着摩托车，把胖儿送到了爸爸村子的村口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不是和你说了，以后不许再回来吗？你啥意思？自己亲生闺女不要了？他都判给他妈了，现在他跟我没关系，你赶紧把他带走，不然我就把他打死。舅舅气得浑身发抖，紧紧护住胖儿，瞪着爸爸。你咋的？你还想打我？来，往这儿打！舅舅捏着拳头就要上前打爸爸，胖儿赶紧拉住舅舅的衣角。舅舅，别打！舅舅看着胖儿害怕的眼神，慢慢放下了拳头，一咬牙，拉着胖儿走了。张大柱，你家开银行啊？是个孩子就往屋里领，平日里领个小猫小狗就得了，人家孩子你也敢往家里领，你可真能耐呀！舅舅耷拉着脑袋不出声，舅妈气恨了，挥着拳头往他上身打。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。淑芬，把他留下吧，怪可怜的。我还可怜呢，他父母又不是死了，凭什么要我们养？离婚也得分担孩子啊，养只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，真是畜生不如。舅妈说完，气呼呼地走了。路过胖儿的时候，还瞪了他一眼。胖儿吓得直哆嗦。胖儿啊，你嘴巴要甜一点，你舅妈是个心软的主，她会喜欢你的。胖儿不想舅舅和舅妈吵架，于是在晚上偷偷收拾了一下，离开了舅舅家。半夜，舅妈和舅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警察局。舅妈一看到胖儿就走上前，在他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打了一巴掌。死孩子乱跑什么？害我找了一天，要不是村里有人看见你往这儿跑，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。你乱跑什么？知不知道我们都好担心你？你舅妈连村口的池塘都捞了几遍。行了，先别说了，孩子，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跑这里来。胖儿哭得泣不成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还是叔叔和他们说胖儿要去福利院。舅妈抹着眼角的泪，你这孩子是真虎，整着死出，就是想让人知道我是个不讲道理的泼妇，逼着你去福利院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得美！今天找你欠了不少人情，花了不少钱，你得给我回家干活，把这钱给抵了。要是想学你舅舅偷懒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原来那天早上，舅妈是准备给我买排骨。吃饭时，胖儿只敢装一小碗饭。舅妈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把筷子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，一把夺走了他的碗。做这副样子给谁看啊？瘦得跟猫似的，一会儿生病了，我可不会管你。舅妈一边说，一边往胖儿的碗里添饭，还压了压，最后把装满饭菜的碗丢给胖儿。你弟弟妹妹白白胖胖的，就你瘦得像根柴，别人看了该怎么说我？我看你就诚心给我添堵的。胖儿含着眼泪，
默默吃掉了一大碗饭，碗里还有一个鸡腿。表姐，你为啥在我家呀？你自己没有家吗？你怎么不回自己家呀？帕儿拿着筷子的手顿了顿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你真是个大善人。淑芬，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。表姐，是不是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？吃饭还堵不住你们的嘴，食不言寝不语都白叫你们了，快吃。舅妈下地干活，帕儿也跟着去。舅妈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帕儿头上，又给了他一根水灵灵的黄瓜。一边待着去。帕儿拿着黄瓜，坐在树荫下，看着舅妈在田里忙碌。这是你们家大柱姐的孩子吧？听说他爸妈离婚了，谁都不要他。啧，也是可怜哟。你舅妈给你饭吃不？你爸爸好像又给你找了个后妈。妇女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坨泥巴就狠狠砸在他的脚边。我就是问问嘛。盼儿，离远点，一股子死耗子的味道。晚上，盼儿吃枕头底下舅舅偷偷放的小零食，这件事被妹妹发现了。她拿着糖纸，哭着去找舅妈。舅妈黑着脸走进盼儿的房间，问她是不是偷拿家里钱。盼儿哭着说没有。舅妈立马回房间翻了翻钱包，发现钱没少，才松了一口气。那你哪来的钱买糖吃？是舅舅给我的。你没良心，瞒着我心疼别人的孩子，自家孩子也没见你这么上心，对一个别人的孩子这么好。我赚的钱不都放你那儿吗？你想吃啥就买啥呗。这事儿是我考虑不周了，让你和孩子伤了心，我以后买4份。算你有良心。黑暗中，一只温柔的大手轻轻落在帕儿头上。舅舅，我以后不吃零食了，你不要和舅妈吵架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是舅舅没做好。第二天早上，帕儿的枕头旁边放了2颗糖和2块钱。舅妈端着一碗甜汤走了进来，碗里还握了2个蛋。昨天是我没搞清楚状况，这个给你。帕儿手里攥着糖，心里甜滋滋的点了点头。暑假的时候，爸爸再婚了。舅妈和舅舅带着帕儿、弟弟妹妹一起参加爸爸的婚礼。帕儿在现场看到了妈妈，她和一个叔叔站在人群中。妈妈一见到帕儿就开始阴阳怪气的说话。当初和我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现在和个寡妇搞破鞋还好意思风光大办，真是不要脸。盼儿，你可不许叫那街女人妈，不然我可不认你。帕儿假装没听到，往舅妈身边挤了挤。哼，真是没良心。快来看，这肚子圆溜溜的，保准是2个大孙子。盼儿，你赶紧去厨房帮忙，一会儿要忙不过来了。行，这是你家孩子，你们说了算，一会儿我就不带回去了。这怎么行？他都不是我家孩子了，怎么能留在这儿？不是你家孩子，你为啥使唤他干活？去看好弟弟妹妹，别让他们磕着碰着了。在那儿戳着干哈呢？赶紧过来给老子倒酒！帕儿不愿意，爸爸举起巴掌就要落在他身上。舅妈迅速上前抓住了爸爸高高举起的手。你敢动他试试？爸爸踉踉跄跄的往后退，死要面子。我打我闺女跟你有啥关系？你闺女为啥会在我家？你要说她是你闺女，那这样我养了她1年半载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给我5000块钱，我就把她还你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丧门星，真是晦气！舅妈很生气，带着他们匆匆离开。盘儿啊，你在舅舅家一定要听话呀，以后就把舅舅舅妈当做自己的亲生父母。我可不是他妈，他又不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我看你现在过得不错，你要是真心疼他，你把他带回去养。要是不方便，你给点抚养费也行啊。我们家就大柱一个人干活，哎呦，这多了一个孩子，过得更难了。我就是问问，我现在也不方便带他，我这马上也要结婚了，哪能带他呀？乖乖听舅妈的话。妈妈丢下一句话，急忙跑掉。我和你舅舅对你这么好，你以后赚钱不许给他们，听到没有？舅妈，以后赚钱都给。舅妈愣了一瞬，反过来握住帕儿的手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。这还差不多。7岁那年，舅舅和舅妈商量让帕儿去上学，舅妈拉着脸，你真是钱多烧得慌。结果第2天一大早，舅妈就去集市给帕儿买了一个粉红色的书包。班里的孩子知道帕儿不是舅妈亲生的，总往她书包里丢垃圾，有些大孩子更过分，总在帕儿回家的路上往她身上丢泥巴。帕儿不敢出声，默默把自己收拾干净。有一天，帕儿浑身湿漉漉的回家，被舅妈看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弄成这样？是我走路不小心弄的，你过来跟我说清楚。你是哑巴，被人合伙欺负了也不敢放个屁，被欺负了不会说啊？你是死人啊！看到你姐姐被人欺负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不会帮忙啊？
他又不说，我哪知道？弟弟的话换来了舅妈的一顿揍。盼儿姐，你别怕，以后再有人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揍死他。这才像我闺女，你个当弟弟的都不如这小丫头片子。后来再有人敢欺负盼儿，弟弟第一个上，妹妹第二个。干哈？想咋地？过来，你来，敢欺负我？姐，舅妈因为这事被请到学校。打人可以，骂人可不行啊！咱们都是能动手尽量少逼逼，记住了没？期末考的时候，盼儿和妹妹拿着满分卷子回家，舅妈高兴了很久。可当她瞧见弟弟2分的卷子时，气得抄起鸡毛掸子，追着他跑了几里路。转眼又到了冬天，盼儿和弟弟妹妹们围成一堆烤火，家里的小猫都有舅妈亲手做的衣服和软和的被窝。舅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她喜欢做铁锅炖大鹅。盼儿，你爸爸一心盼儿子，结果那女人给他生了2个闺女，你爸当场就黑了脸。要我说他就是报应，还说是我生不出儿子，我就说是他自个的问题。哼，他还不认。我要结婚了，你们给我出一份彩礼。做梦！我还没问你要抚养费呢。你怎么好意思舔着个逼脸问我们要钱？之前你就老回家拿东西到婆家去，在外头丢我老周家的脸，现在还想伸手？你把屋里人都当什么了？想要面子不要脸是不是？你弟要不是因为被你耽误了几年，咱家现在至于过得那么难吗？妈妈哭丧着脸看向舅舅，舅舅却扭开脸不再看他。妈妈黑着脸走了。再敢给他拿钱就离婚。我哪有钱给他呀？不许跟你妈学。过年时，舅妈给盼儿和弟弟妹妹一人包了一个红包，晚上又偷偷摸摸塞给盼儿一个手机。岁岁平安，提前的生日礼物。谢谢，舅妈，我想申请住宿。住宿不要钱吗？你舅舅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舅妈这个人就是嘴巴硬，她心里其实很在乎你的。有天下了暴雨，舅妈穿着雨衣站在门口，见到盼儿，她从怀里掏出2个包子递到她手里。菜蒸好的，热乎。舅妈，你以后不要来接我了。我不看着你，你不得跟他们学坏啊。盼儿，你过得好吗？上初中的时候，妈妈又回来了。盼儿别扭地挣开她的手，往屋里走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那孩子大了，分得清好赖了呗。那好歹我也是他亲妈。盼儿啊，几年没见，你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。现在长得水灵了，像我年轻的时候。盼儿啊，你别去读书了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。爸爸给你相中了一个好人家。还是人吗？为了钱卖亲闺女？盼儿是我们姐姐，我看你们谁敢动她一下，滚！都给我滚！一群黑心干的！快跑！时间一晃，盼儿已经高3了。暑假时候，她和妹妹去奶茶店找了一份兼职。她用摇了1个月奶茶的钱，买了一对金耳环，送给舅妈。我一把年纪了，不适合戴这个。您戴着真好看。哎呀，还挺精神的。第2天，舅妈逢人就撩起耳旁的头发。这是我家盼儿送的，好看吧？小心养个白眼狼。你闺女没给你买金耳环吧？那你闺女是不是白眼狼？1个火腿2个鸡蛋，考个满分。高考那天，舅妈特地给盼儿煮了1个火腿和2个鸡蛋。盼儿从考场出来的那一刻，觉得无比轻松。考不好也没事儿。我家盼儿就是厉害，考上北京大学了。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门口，舅妈喜极而泣。她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绕着村子跑了一圈。逢人就说：“舅妈，别摆宴席了。平日我们给出去的也不少，不得借机捞回来一点。”那日，爸妈不请自来。盼儿，妈妈的好盼儿，妈妈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你啥时候回家看看？你妹妹都挺想你的。我哪也不去。盼儿，妈妈是真想你，你就跟妈妈回去吧。哟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孩子放在你这儿养了那么久，我想着是时候该把他接回去了。啥？哎呦，大伙儿都来评评理啊！我辛辛苦苦把盼儿拉扯大，好不容易把他攀倒上大学，你现在想来摘果子？做人不能太过了，孩子小的时候你们不管。前些年盼儿高考，他们还想把他卖了换彩礼呢。哪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？爸妈在议论声中抱头逃跑。舅妈叉腰站在晒谷场中央，阳光照在盼儿送的金耳环上。去大学报到那天，舅妈对着镜子照了又照，挑了一件最好看的衣服穿上。妈，你咋不送我去上学？你姐姐考了那么好的大学，我们不得穿得好看点儿，免得给她丢人。临走前，舅妈偷偷往盼儿包里塞了500块钱。上车后才发信息告诉她，她在手机嘱咐盼儿要好好吃饭，没钱记得找她。你爸爸妈妈对你真好，大老远送你来上学。盼儿吸了吸鼻子，点了点头，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。18岁生日那天，舅妈和弟弟妹妹一起来到了盼儿的学校。盼儿是笑着跑出学校的，
看到他们有点想哭。没出息，过生日不能哭的。舅妈笑着往帕尔手里塞了2个鸡蛋，弟弟捧着蛋糕让帕尔许愿。我希望下辈子还能和舅妈做一家人。妈妈给帕尔打了电话，嘘寒问暖，问他为什么拉黑自己，还说给他准备了500块钱红包，让他加回自己。帕尔拒绝挂了电话，把他的手机号码也拉黑了。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，再也不是当初被当成皮球被人踢来踢去的小女孩。大学毕业后，帕尔进了一家国企。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用那么好的手机干嘛？妈，给你用就对了。哎呀，你呀，我家帕尔非要给我买，还给我家大柱也买了，我都说不要。你家女儿去打工，给你买了啥？为啥不炫耀？一群烂屁眼的玩意儿！这些年可没少在我背后嚼舌根，说我家帕尔是个白眼狼。第2年，帕尔升职了，和师兄谈起了恋爱。我养他那么大，10万都算少了。他是个能托付的人，男人钱在哪儿，心就在哪儿。哟，这么大的房子，洗衣机还放客厅呢，过得挺滋润啊！滚犊子！婚礼当天，舅妈和舅舅作为新娘父母出席。我家帕尔小时候吃了好多苦，你一定要对他好好的。爸妈，这钱你自己留着，买自己想买的。我想我是不幸运的，又是最幸运，因为我遇到了最心软的人。